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祸根，其中的新三样更是习近平一度到处炫耀的本钱。这些东西把中国弄得一团糟，在内引发行业内卷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失业大军，通缩一天比一天恶化，恶性价格战愈演愈烈，在外引发贸易战，中国出口引擎运转得极其艰难，这导致中国从高层官员到民间百姓全都是怨气冲天。美国和西方对北京的防备也越来越升级，习近平这时忘了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角色了，把今天的混乱局面甩锅地方官员，说他们是拍胸脯拍脑瓜拍屁股的三拍干部，一上项目就是人工智慧、算力、新能源汽车。难道全国每个省份都应该发展这些领域的产业吗？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正处于巨变前夕，中南海政治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习近平不再是中心，逐渐被边缘化了，他开始慌乱起来，赶紧寻找背锅侠，他找得到吗？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潇。彭博社7月18号报道，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7号头版发文说，习近平本周在北京举行的城市发展会议上质疑，地方政府一上项目想到的就是人工智慧、计算能力和新能源车，全国每个省份都应该发展这些领域的产业吗？彭博社报道认为，习近平这种直白口语化的批评并不常见，官方媒体通常会发布他较为正式的评论或政策指导，这样罕见的说话方式说明中国的新三样引发的通货紧缩日益加剧和对外贸易紧张局势已经让中共最高层坐立不安了。中国各地都在追逐习近平青睐的少数几个行业，这加剧了产能过剩，导致价格战的兴起和经济紧缩的加剧，企业利润正在下滑，裁员更加普遍，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失业大军，即使侥幸保住工作的，他们的收入也大大减少了。中共总理李强16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承诺遏制电动汽车行业的非理性竞争，这进一步表明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了中南海最大的挑战。由于国内需求持续低迷，尽管经济近期表现出韧性，但各行业供应不断增加，正加剧令人担忧的通货紧缩趋势。第二季度计入价格变化的名义经济增长率仅为 3.9%， 是自1993年开始统计季度数据以来，除疫情期间外的最低水平。习近平提出制造业强国的策略，新三样正是其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习近平一度到处宣扬他的新三样是对世界贡献的一份绿色力量。中共官媒中国能源报2024年5月13号的报道说，5月6号上午，习近平应邀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习近平说，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上练就了真本事，代表的是先进产能，不仅丰富了全球供应，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做出巨大贡献。官媒报道称，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成为中国外贸新三样，保持了强劲的出口态势，并炫耀说，不仅被国际市场青睐，更受本土市场欢迎。事实上，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新三样引发的产能过剩已经有所警惕，认为中国的国家补贴导致企业低价出售是扰乱市场的行为。在国内，地方政府之间彼此展开了更激烈的扩张竞争，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电动车企业遍地开花，导致产能长期过剩，涌入国外市场，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趋势。奇葩的是，有些电动汽车初创企业拿了好多年钱，却一辆车也没造出来。例如，起点汽车烧光170亿元融资，9年造不出一辆车，最后被申请破产清算。中共党刊《求是》本月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地方政府助长无序竞争的行为。文章声称，地方政府存在非法补贴，对重点行业盲目投资，
以及设置不利于外地企业的市场壁垒等行为。习近平并不承认这样的后果是他的亲自指挥所造成的。在7月14号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将罪责归咎到地方政府头上，说他们做得过头了，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懂装懂，自以为是，脱离实际，急功近利，是拍胸脯、拍脑瓜、拍屁股的3拍干部。习近平一通甩锅，地方官员会心甘情愿做背锅侠吗？资深媒体人、精通中国事务的日经高级撰稿人中泽克二观察到，在中共党内，习近平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开始发生变化，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已蔓延至省级层面。中共政治局7月底的会议上，24名成员除1人外，包括政治局常委在内的其余23人均出席了会议。从当天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视频画面来看，上将何卫东缺席。画面还显示，中央军委成员刘振立与张生民坐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后排，这表明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内容也将影响中共军队。与此同时，中共外交路线已显现出某种转向。中共近期一系列举动应与即将在2027年举行的中共21大政治局常委改组密切相关。历史经验显示，决定党代会斗争最终走向的重大事件往往发生在大会召开前2年，那就是今年，北京权力架构有可能出现调整。署名韩进的一名海外作者7月17号在留言网上发文说，现在中国的局势有千疮百孔的景象，是马尾提豆腐提不起来了。许多人怪怨习近平，也不能否认许多问题是前任留下来的。就这些问题而言，要说习近平的责任，仅仅是他上任10多年，竟没有做好预防和祸根治工作。曹操征伐袁术时，因军粮短缺，命令以小湖分粮，引发士兵怨愤。曹操为平息众怒，以盗窃官粮罪名将粮官斩首示众。当时曹操必须找个背锅侠。一个社会面临崩败和转型时，也必定需要找个背锅侠。习近平要回归毛泽东时代，或者要走朝鲜的路，当然也需要找个背锅侠，把罪过都堆在他身上，然后才能师出有名，顺理成章地搞改革。这个背锅侠一定要身强力壮，扛得起200斤麦子，当然能扛得起300斤更好。例如胡锦涛就不行，文弱书生，100斤就能压垮他。现在中国面临变革或转变，无论怎样，总需要一个背锅侠，因为变是绝对的，不变不行。但向左转还是向右转，需要的背锅侠不同，谁将是这个背锅侠呢？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